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丁禹兮颁奖礼为有剧打 call， 自家天才游戏却静默，格局还是失策。领奖台秒变宣传位，这种戏剧性一幕在3月28日晚的 QQ 音乐巅峰之夜真实上演了。聚光灯下，丁禹兮手捧巅峰流行男歌手的奖杯，感谢完粉丝小魔法师们后，画风突转，来了一句由小明哥出品，热巴姐和飞宇主演的《白日提灯》，今天中午刚上线 ，OST 也上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追一下剧。这话说的那叫一个自然流畅，从出品人到主演，从开播时间到原声带信息，安利的细致入微。可问题来了，那天是3月28日，距离他自己主演定了4月4日上映的电影《天才游戏》满打满算只剩7天。在这么一个属于个人的高光时刻，他愣是没提自己电影半句，反而给同行新剧做起了免费宣传。粉丝群里一条高赞评论直接点出了核心矛盾：哥哥人真好，可是我们的天才游戏怎么办啊？这感觉就像自家孩子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亲爹却在邻居家孩子的生日派对上使劲夸人家娃聪明伶俐，还给现场来宾发补习班传单。一边是立他的大格局，一边是自家作品的零存在感，这冰火两重天的舆论场瞬间就炸开了锅。现象深描，冰火两重天的舆论场，丁禹兮这波操作直接把粉丝群体整分裂了，一边是满屏的骄傲与感动，另一头是藏不住的焦灼与无奈。盛赞声浪占据了主导，超过72%的讨论声量都聚焦于他的品格。人帅心善从一个模糊的标签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具体行动。认证娱乐账号评价这是人品和格局没话说，不少网友感慨喜欢丁禹兮很骄傲，说他骨子里的善良藏不住，这和他过往积累的口碑高度契合，业内对其真诚勤快、高情商的认可度据说能达到70.5分，扶摔倒同行，雨天为粉丝送热水，这些暖心小事早就夯实了他内娱清流的公众形象。在独享荣耀与成全他人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被一些观众看作是心里永远装着别人的体现。但另一部分粉丝，尤其是那些密切关注天才游戏的核心影迷，心态就没那么单纯了。感动之余，更多的是对电影宣传缺位的深深焦虑。这种焦虑直接催生了一种粉丝代劳宣传的戏剧性场面。有粉丝账号在感谢他宣传《白日提灯》后，立刻手动补上4月4日天才游戏上映的信息。还有粉丝直接跑到电影出品方评论区喊话：丁禹兮自己的剧都不安利还帮你宣传，赶紧安排告黑吧。更有一大批粉丝化身操心经纪人，在社交平台自发刷屏丁禹兮是沉沦。4月4日电影院见，接力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救式宣传。这种反向安利效应很有趣，丁禹兮本人的沉默反而激发了粉丝更积极的推广行动。一个认证账号甚至直接说：小丁帮朋友宣传，那我来安利他的天才游戏。这背后折射的心理其实挺复杂，一方面是粉丝对作品前景的担忧，毕竟清明档有19部新片扎堆厮杀，竞争惨烈；另一方面是对偶像事业发展的深切期待，希望他能获得应有的市场认可。更深一层，或许还有对官方宣发策略不利的无奈与代劳冲动。粉丝们似乎在用行动证明，你不宣传，我们替你宣传。路人及行业观察者的视角则更加多元，有人纯粹为这种真诚的友情和行业互助点赞，有人则从职业角度提出质疑。作为一名主演，在电影上映前1周的关键节点，不优先宣传自己的作品，这种舍己为人是否欠缺了些职业性？
更有敏锐的营销观察者跳出了道德层面，分析其背后的传播策略。有营销账号就指出，这其实是一次精准的时效性联动，绑定了颁奖礼的热度与白日提灯当天开播的节点。使用小明哥、热巴姐这种拟亲属称谓，成功淡化了商业感，通过感谢粉丝推动小魔法师追剧，还能实现情感转化。在这种解读里，利他成了一种更深层的行业协作智慧。核心剖析一：静默的天才游戏与失衡的宣发。一边是丁禹兮在颁奖礼上为白日提灯的卖力吆喝，另一边是他主演的天才游戏相对静默的宣传节奏。两相对比，难免让人疑惑，究竟是艺人个人行为跑偏，还是电影本身的宣发策略出了什么问题？来看看天才游戏的宣发现状。这部由程亮执导、彭昱畅、丁禹兮领衔主演的悬疑犯罪片，定档2026年4月4日清明档。从公开信息看，片方在3月26日发布了名为《猎物及猎人》的新版预告，并同步开启了全国预售。这意味着丁禹兮在28日晚颁奖礼上的反常举动，发生在电影官宣预售开启仅2天之后。从市场热度看，天才游戏的表现并不算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其想看人数已超过20万，在清明档一众新片中领跑，还登顶了物料表现榜。影片讲述贫困少年刘全龙与富家公子陈伦开启人生交换冒险的故事。这种阶级互换加人性赌局的高概念设定，在档期内具有稀缺性。那么问题来了，在电影热度本身尚可、预售刚刚开启的节骨眼上，作为一番主演的丁禹兮，为何选择在重要的个人曝光场合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仅仅是一次个人临场发挥，与团队沟通出现了脱节吗？可能性或许更多。一种推测是，这本身就是电影整体宣发策略的一部分。甚至是一次有意为之的反差话题营销，通过制造主演不宣传自己电影的意外话题，反而为天才游戏带来了远超常规通稿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毕竟，丁禹兮的这番操作，直接让事件本身和天才游戏的名字捆绑在一起，冲上了热搜。另一种可能，则指向了电影宣发团队内部的协调问题或策略保守。在竞争白热化的清明档，或许传统的宣传打法已经无法吸引足够注意力，导致主演不得不另辟蹊径，或者主演个人感受到了宣发力度不足的焦虑，从而采取了非常规动作。初步来看，这次事件在短期内无疑为天才游戏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关注。讨论度和搜索量因争议而飙升，粉丝的逆反安利行为更是形成了一股自发的宣传力量。但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是，它也进一步暴露了电影在官方主动宣发上的某种缺位感，甚至可能消耗了部分核心粉丝的热情与信任。长期效果如何，还得看电影后续的宣发能否及时跟上，把这一波意外流量有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票房。核心剖析二：艺人形象与商业价值的微妙博弈。丁禹兮这步棋看似不务正业，实则可能是一场关于个人形象与商业价值的深度博弈。首先，利他形象带来的长远收益不可小觑。在看重人情与口碑的娱乐圈，这种行为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路人好感度与行业口碑。他树立了一个谦逊、团结、不忘本的正面形象，这种重情义的标签很可能为他赢得更多同行、制片方和导演的好感，打开潜在的优质合作机会。对于粉丝而言，尤其是那些看重艺人品格的人品粉，此举无疑加固了粉丝忠诚度。粉随正主，偶像的格局与善良，会让粉丝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从而增强整个粉丝社群的粘性。
然而，潜在的风险同样存在。最直接的考验是，这种行为是否会向市场传递一种错误信号，即艺人对自己主演的作品投入不足或信心不够。如果一位演员频繁出现在宣传他人作品而非自己作品的场合，制片方和广告商在评估其商业价值时，难免会产生疑虑：他到底能不能扛起票房和收视？这种疑虑可能影响到他未来获取顶级影视资源或商业代言。其次，是对粉丝群体的无形筛选。纯事业粉或更看重作品表现，渴望偶像在事业上全力冲刺的粉丝，其热情可能会因此受挫。长期来看，这或许会导致丁禹兮粉丝群体的构成发生变化，更偏向于欣赏其个人品格的性格粉，而非作品粉。这其实触及了娱乐圈一个永恒的核心命题：艺人的个人形象、行业关系网络与其具体作品的商业成功之间，究竟应该如何平衡？是完全遵循商业逻辑，在每个曝光机会都极力推销己作，还是适当展现行业情谊与个人品格，以图更长远的声誉积累？丁禹兮过往在《山河枕》中因戏份问题也曾引发过资源争议，他似乎总在商业规则与同行情谊之间更倾向于后者，更看重行业生态的维系而非一时得失。这种选择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衡量。跳出丁禹兮个人，这次事件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娱乐圈的一些深层逻辑。人情世故与行业互助，在中国影视圈的关系网络中向来扮演重要角色。艺人之间互相站台、宣传新作并不罕见，但像丁禹兮这样，在自己作品临近上映且处于重要颁奖场合时，如此详尽且充满感情地推荐同行作品，确实比较少见。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一种更深层的对优质内容的集体守护，尤其是当《白日提灯》开播初期可能面临演技或剧情争议时，一位同行演员的公开站台，被部分观察者看作以演员身份为行业好作品发声的一举。这也引发了另一个反思：电影宣传的主体责任究竟应该落在谁身上？是艺人个人，还是专业的宣发团队？理论上，专业的宣发公司应该制定并执行完整的宣传计划，艺人作为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予以配合。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对于有流量和号召力的演员，市场往往期待他们成为第一宣传员。丁禹兮的事件恰恰凸显了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当官方宣声量不足时，压力便不自觉转移到了艺人身上。最后，或许还可以有另一种格局的解读：在聚焦个人荣誉的颁奖礼上，大肆宣传自己即将上映的电影，是否会被视为一种不够得体、过于急功近利的表现？相反，推广一部业内好友参与的优秀作品，展现行业互助精神，是否是一种更能体现风度和情怀的选择？丁禹兮可能认为，后者是比前者更高级的宣传。结论：说到底，丁禹兮在颁奖礼上力推《白日提灯》而未提《天才游戏》，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事件，它是其个人真诚重义的性格、颁奖礼的特殊情境、复杂的行业人际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电影宣发现状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复杂结果。它既不是单纯的无私奉献，也未必是严重的职业失职，更像一个微缩景观，凸显了娱乐圈中商业规则、人情世故、个人选择与粉丝期待多重力量交织不易的现状。短期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为白日提灯带去了可观的流量和话题，为天才游戏创造了意想不到的讨论热度，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丁禹兮个人人帅心善的正面形象口碑。长期效果则充满变数。
关键在于天才游戏的票房表现能否匹配甚至超越其热度，以及丁禹兮及其团队未来如何更好地平衡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情谊表达与市场所期待的职业责任。追星路上，你更欣赏在每一个机会都全力为作品吆喝的事业批偶像，还是丁禹兮这样在关键时刻选择成全他人的格局派？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吧。